还是那句话啊，周六保证不休息，周日休息不保证，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，请大家都克服一下。哎，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哦，方厅长，今天立了个性骚扰的案子，女秘书起诉男老板。你先把那个案子拿给我，尽快看一下。另外，把最近这一类的案子都送到我那儿去，我向院里汇报一下。好。散会。哎，圆圆，方庭长他要汇报什么呀？李芳宁的案子闹大了，上级法院都来电话关心，这个节骨眼又来一桩性骚扰，这就比较敏感了，说不定对方也是受了李芳宁案的启发。这是好事儿啊，说明大家都开始重视人格权了。这对法官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这种新型案件非常考验承办法官的能力，要是办不好又要被骂。哎，不知道落谁头上，同情。华福木业的劳动纠纷案，之前是你办的吧？对，但后来当事人撤诉要另诉。你看这个，女方现在控告她的上司，也是她的老板性骚扰。这个案件是你的师傅方厅长亲自送过来的，现在归你。这个李芳宁案件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势，你心里有数吧？陈厅长，我就喜欢迎难而上，刺激。刺激可以，但是必须给我平安着陆。你为了把我挖过来，不惜得罪我师傅，这不就是看中我的能力吗？哎，你小子，说你胖你还喘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子，你这个案件社会面影响比较大，给我提起精神来，不许有任何的纰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一会儿不要乱说话。周法官，你好，走。你们的案子呢，和劳动纠纷有关联。我了解了情况，庭里就把案子分给了我。今天约你们来，就是想看看能不能调解。如果能调的话，对大家都很好。我当事人态度很坚决，不调解。周法官，您就尽快开庭吧。徐律师，如果真的开庭的话，你们就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了。这是微信聊天记录，1式2份。通过这些聊天记录可以证明，被告在我当事人刚入职的时候就对他的衣着打扮提出过过分的要求。另外，被告对我的当事人进行多次骚扰不成之后，利用自己的上级身份对我的当事人进行过口头威胁。虽然话语比较隐晦，但是我相信周法官您是有经验的，能判断出这些话的语境。总之，我认为这些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被告对我的当事人有骚扰行为。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徐律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样真的能告到他们吗？虽然这些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直接证据，但是法官呢会考虑到你跟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年龄差距，一定会更倾向于你。别紧张，放轻松点儿，等法院消息。这福祥呀也太嚣张了，骚扰不成，居然还敢文字威胁啊！哎，他法务没告诉他，现在这聊天记录也能作为证据了吗？周法官，对了，薇薇，如果你是大企业的老总，对自己的秘书起了贼心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让自己别有贼心。他是有贼心没贼胆儿。那你别吓唬他了。我的意思是呢，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人，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？
他就不怕对方截图，不给自己留点余地？哎，成功人士这种群体啊，那普遍都有种世界围绕自己转的感觉，感觉一上来什么都忘了。我觉得不太对。哪儿不对啊？这聊天记录吗？这聊天记录太能说明问题了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喂喂，这个福祥还没有约到吗？我想听听他的说法。没有，他秘书一直跟我说他没空，让我们找他的代理律师。这么下去也不行啊！他不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去找他呗。你赶紧把外出调查工作准备一下。好。法院呢一直约您见面，不过按照您之前的吩咐，我都给处理了。但是对方手里似乎有对您不利的证据。胡总，嘿，胡总，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，新城区人民法院民意庭周一安。这个呢是我的工作证件，之前和董秘书也见过。周法官，等一下，我们副总今天有急事儿，咱们改天好吗？副总，我只是想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，不会占用您很长时间的。该说的那天我都跟您说了，副总既然没什么跟您说的，让我们赶时间，好吧？谢谢啊。哎，副总，我想听听你的真实讲。您的前任秘书控诉你对他有职业性骚扰的行为，属实吗？他在撒谎。那你为什么突然开除他呢？副总，我是法官，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直接说，我会尽最大的限度保证你个人的隐私。还是你说吧。默默和福总之间确实存在着性骚扰的问题，只不过被骚扰的不是默默，而是福总。默默送福总回去的那晚，其实之前他一直在用微信跟我交流工作上的事情。他是无意间得知福总喝醉了，他却主动出现在了饭店的门口。他说是你们把他叫过去。他当然这么说了。到了福总家楼下以后，司机还主动说由他来送福总上楼，但是默默却用各种理由阻碍司机的跟随。他不就是想趁福总意识不清醒的时候？你去把那东西拿来。好。福总，我有个问题啊。你问。莫小姐那天晚上送你回家，你家人都不在吗？我平时工作特别忙，家离得远，为了方便工作，我就在市里住。周末了才回家。那如果真的是默默骚扰了你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本来我以为只有女孩遇到这种事儿，才不敢跟别人说。没想到，男人遇到这种事儿，更不敢开口。被一个比我小20几岁的女人骚扰，我能跟谁说？我怎么说？我说了谁会信？他们只会觉得我不像个男人。周法官，这是杀当晚我小区的监控录像，我一直备着，以防万一。没想到今天用上。好，我们会把事情弄清楚的。周法官，我还有个请求，一旦对簿公堂的话，我申请不公开审理。好，我明白。
你们什么感觉啊？这叫证据？他想说明什么呀？或许福祥是想告诉我们，他并没有对默默有过不轨的举动。那这不得搞笑呢吗？单从画面上来看，只能说明默默是个尽责的下属。这录像没有声音。没有。哎，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的。福祥是领导，又是个男的，还比默默大20多岁。默默骚扰他，这合常理吗？或许是为了升职呢。哎，咱们又不是没看过卷宗，哎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，默默可是每年都是优秀员工。假设他是那种想要走捷径的人，那你说他为何这么拼？可是我们今天在现场，我觉得他真是那种开不了口的感觉。如果这也是表演，那演得也太好了。而且他为什么要编这种离谱的谎话呀？他就是咬定了这画面没声音，方便看图说话。还有啊，这福祥要是有证据，他干嘛不早拿出来呀？哎，之前不肯见你们呀，没准就是在跟他们团队商量着如何洗白自己，好倒打一耙。反正如果现在开庭的话，以现有的证据，福祥真的说不清楚。苏苏，这个案子你排题吗？小花，瘦了啊！哎，这里都是朋友。那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？2年以前。2年以前。小日华吧，忙着呢。哦，是狄律师，好久不见啊。当事人在这儿，咱们回头聊啊。这小子，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从法助干到法官的，老熟人了。过去见了面就叫我大哥，哟，现在当法官了，我跟他说以后可不能这么叫了，不合适的，是吧？哎，周燕，刚刚给你打招呼那人你认识吗？哦，你说那个律师啊？你朋友？没有，以前在立案庭打过一些交道。这怎么了？他刚才跟当事人说和你很熟。嗨，这又开始蒙人了呗。故意暗示自己在法院有人有路子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连方庭长的电话号码都有人卖，价格还不低呢。要电话号码干嘛呀？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拿来欺骗无知的老百姓，说他认识庭长，好有面子呀。怎么还有这种操作？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方庭常跟我们说啊，做法官要慎言、慎行、慎微、慎独，小心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。这种人怎么配当律师啊？害群之马哪里都有嘛，这还是极少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做法官只要严格的遵守纪律，就不会出错。谢谢。这个案子呢，你们现在双方都确定不同意调解，要开庭审理。院里呢，社会上都很关注，也有很多媒体啊在报道。所以我们呢组成了跨庭合议庭，由我担任审判长。今天呢就先跟你们确认一下，你们双方是否同意公开审理？同意。我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丑恶的嘴脸。不是，我们也同意，公开好，反正我们什么也没做，怕啥呀？当事人同意吗？同意。好，既然你们都同意啊，那么咱们就双方交换一下证据。媳妇儿，我这不是同事开玩笑吗？都看过了，
既然双方对证据没有什么疑问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。黄法官，我们要新增证人。什么证人？倪亮，我当事人和李芳宁的直属上司。好，那就走程序吧。喂，你好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李芳宁。抱歉啊，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庭审的阶段了，我就不能参与了，而且我们有纪律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有人愿意帮我，我妈也已经不理我了。你能不能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就算对方请了律师，你也不要太紧张，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就行了。倪亮一来，就不好说了。他为什么会同意出庭作证呢？肯定是公司的指示。公司现在急于在客户面前挽回形象。肯定会把所有问题归结到我自身行事作风方面。你不要太担心，不管你的行事作风是什么样的，都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你进行性骚扰。可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并不是那样的人，为什么要忍受他的污蔑？他上了庭，法庭就任由他胡说八道吗？谢谢。你能找到愿意为你出庭作证的人吗？我试过，可他们怕站出来会丢了工作。李芳宁，你别怕，你一定会找到办法，别放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，我必须得走了。谢谢你。没事。服务员买单。我来吧。这你就别跟我抢了。一会儿把点心吃了，心情能好点。你好，刚有位先生已经替你们买过了。谁啊？那位先生说，如果方便的话，看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，他想和你成为朋友。不方便。真莫名其妙的。今天啊，我就带各位宝宝们一起去见见你们最近特别想见到的那个人——李芳宁。哎，大爷，您知道李芳宁是谁呀？不知道。哎，走。没事。今天晶晶哥啊，就带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一起解开一场世纪之谜。李芳宁，小姐姐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小姐姐，回来了，小姐姐。来，小姐姐，我没骗你们吧？真的是李芳宁，真的是李芳宁。你们想干嘛？谁让你们来的？给我们个交代，给我们粉丝一个交代，对不对呀？对。我凭什么给你们交代？你们没有权利质问我，更没有权利这样拍我。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
我被别人性骚扰，结果大家对我的经历更好奇。有人说是我想干掉男同事好借机上位，有人说是我自身不检点，所以才给男人有可乘之机。还有大把的人都说我们女销售是出卖色相做业绩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们说什么我管不了，但今天请让我说一句，我站出来告那些骚扰我的人，是因为我忍了很久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忍了。我的女同事们，你们呢？我的这些经历，你们都遭受过。我们曾经互相吐槽，假装自己不在意。我们沉默、忍受，可没能等到别人的尊重。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反而越来越无所顾忌、肆无忌惮。姐妹们，我希望你们站出来，为我作证。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自己。在门口站着呢。丁律师，来了，你看了吗？这个，这不正看着呢吗？那你快是想想办法呀！你说网上现在全是骂我老公的，弄得他现在跟真干什么事儿了一样。别着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法院非得判我输。稳住，我搞舆论那会儿还没互联网呢。再说了，那女的也不知道水深水浅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啊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觉得你们北方人啊，过什么节都要吃饺子，我们南方啊就爱吃汤圆儿。哎，我家里冰箱有很多汤圆儿，我过去给你拿一点过来啊。哟，哎呀嘿，正说着你呢，你就来了。来来来，哎不，妈，你在业绩家里干嘛？我还能干嘛呀？把汤圆拿过来，有好吃的一会儿。什么好吃的？哎呦！小叶，这个是木糖醇的，不会发胖。哎，太客气了。行，那我留着当宵夜吃。放冰箱里的。妈，这都有饺子了，还煮什么汤圆啊？不能白吃人家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不错。妈，这以后咱们就点浙江外卖啊。外卖。妈，你就别装了，你是不是跟小叶同学说这饺子是你做的呀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妈呢是不会做饭的啊。我爸走了之后，我俩就天天吃食堂，别说是这饺子，连高筋低筋面都分不清，对吧？哎，包括你儿子我也是。是我包的，那就非得是外卖啊？不然嘞，难不成是叶欣做的呀？对了。
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可厉害了，这饺子皮儿和馅儿全是他一个人弄的。你还会做饭呢？我看起来这么不像会做饭的人吗？这个说实话确实有点不太像。我觉得吧，你要是有这个时间，肯定也都是在背法条吧。来点蒜。认真工作的女人就不会做饭，你这个是刻板印象。哎，有意思啊！我有个想法啊。你说吧，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职场精英，两人坐在一起吃饺子，这个场面嘛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饺子肯定是老太太做的，对吧？你说的没有错。每个人呢，基于自己的现实经验来先入为主的去判断某件事，可经验，并不代表一定就是对的。哎呀，怎么又聊工作呀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，突然想起来了。哎，你们俩给我一些意见啊。是这么回事啊。那你们觉得这个男老板有没有骚扰女下属的可能？那肯定的呀，那难道还是女下属去骚扰男老板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刻板印象？没错。男老板和一个女下属亲密同行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男老板行为不端，骚扰了女下属，对吧？当然呀，那难道还是小姑娘去勾引那么大年纪的男人呢？不可能。妈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的去判断。性骚扰案呢，大部分都是男性骚扰女性，但确实也有存在相反的情况。这我真不懂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年轻人我真看不懂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妈，那我懂了啊。哎，谢谢二位女性宝贵的意见，打个电话。哎，苏苏，默默那个案子还是先别排庭了。喂喂，这福祥那边怎么说嘞？他提供了一些证人证词，但是都是他的员工啊、司机什么的，原告也不认呀。钟法官，法庭姐出事儿了。叶欣，他又怎么了？他私底下和当事人见面，被人抛到网上去了。现在机关纪委要展开谈话呢。啊？你怎么能私下跟李芳宁见面呢？纪律你不知道吗？李芳宁已经不是我的当事人了，那个案子也不是我在负责了。你不要跟我辩论。你看看网上现在怎么说的，都说我们法院在偏袒李芳宁。那是对方在故意造势，就是想给法院压力，让我们判李芳宁输。方庭长，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们不能再退后一步了，这样就中了他们的计。现在是你已经中了他们的计了，明白不？那天我……你什么你呀？慎独、慎微、慎言、慎行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？这是一个做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。你做不到就不应该到法院来工作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们一会儿去机关纪委老钟那儿，我来说，你不要说话，不要反驳，明白了不？可是没有可是，按我说的做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，走。哎呦，方庭长来了，这个带小叶来说明一下情况。好，来坐。王庭长来的正好啊，我们啊正好在研究这事儿，这个有劳您亲自跑一趟啊。哎呀，这不应该的嘛。这个事儿啊，刚刚我已经批评教育过小叶了，啊，小叶同志毕竟刚刚来咱这个基层啊几个月，啊，对咱们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很缺乏，尤其缺乏这个风险意识。当然了，我作为他的领导，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，我也有责任。王庭长，这个哪怕是第一天到法院来，也应该知道法院的规章制度，是不是啊？是，这些他也知道，是吧？可是实事求是讲啊，这个李芳宁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当事人了，那不是他的当事人去见个面，严格来讲也不算违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就是以前的当事人去见面，这也是不好的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以后一定注意。
每次你庭上的人一出事啊，你就来护犊子，你让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啊。我这实事求是嘛。你看，这个举报信都来了，现在问题是啊，有人举报，我们就得处理，而且啊，这个网络舆情起来了，都在看院里这个怎么处理，你说怎么办？是，这个现在网络舆情，这个外界的压力啊，我理解，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冤枉了我们自己人不？而且老周，小叶同志，这真的是主动自己要求从最高院到咱们这儿来锻炼。从过往的言行看，工作能力、责任心，这都是很强的呀。大是大非也绝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，而且去见这个当事人，那也真的是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心去的。方法上虽然有些错误，但这个初心是好的嘛。所以老钟，我的意见呢，批评教育是应该的，但是也不能让这些年轻同志寒了心嘛。方厅长，您啊也别老在我这儿念嗓文了。您的意思啊，我明白，但是这事儿啊，还是需要向院里汇报一下，讨论以后再做决定。举报我的那个人，是不是一个叫狄伦的律师？他是不是还说我收了对方的好处？你收了吗？那不可能啊！小叶怎么可能收别人的好处呢？哎，我问叶欣呢。我没有。你确定？我当然没有。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的咖啡谁买的单？不好意思。哎，等等，帮我把他的单退了，我自己结账，再给我一张发票，谢谢啊。好的。哎，等一下。谢谢你啊。应该的，拜拜。走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帮小人。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这是当天的发票，这是 U 盘。U 盘里面是当天在咖啡厅的监控视频，我和李芳宁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视频里面清清楚楚。3个规定，我也主动去申报了。你看，老钟，咱们小叶同志还是非常有警惕性的，但我还是要说你，以后这种情况还是要慎重，是吧？你不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借题发挥的机会，是吧？好了，这个老钟，我啊，代表我们立院厅党支部，向咱们院党组、咱们机关纪委表个态。第一，回去我们就开展组织生活会，就叶欣同志犯的这个错误，我们进行全庭讨论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下不为例，引以为戒。第二，对年轻同志进行教育活动，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年轻同志多街访啊，多交流，学习跟当事人打交道的经验，从工作当中学习经验。好了，方厅长啊，这些材料我们再研究一下。至于你们说的那些问题啊，给我们时间，我们去核实一下。等我们核实清楚以后，再做决定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。辛苦老钟啊！辛苦啊！行。你刚才怎么不跟我说你有那 U 盘和发票呢？是你一直不让我说话的。方婷，刚刚谢谢您为我说话。什么叫为你说话？这都是为了工作。骂你没往心里去吧？我又不傻，你明着骂我，暗里在保我呢。你明白就好啊，以后多长点心，别再干这种傻事了，好不好？记住了。方婷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您在我面前把周玉安狠狠骂了一顿，都把他骂懵了。我知道，您骂他是骂给我听的，其实呢，您也在保护他。今天，我也体会到这种感受了，很温暖。温暖？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受。哎呀，那以后可别慢慢喜欢上这种感受了。想挨骂，我随时可以安排啊。可以啊，
只要骂的有水平，我不介意。你少来吧，你以为我愿意骂人啊？骂人很伤神的。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，就让王姐招呼你。我跟你说，她骂起人来，那可是2个小时都不用喝水的呀！啊，快去干活吧。哎。小叶这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还挺强，不错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你们庭里的事儿，你自己处理就可以了。跑我这儿来干嘛？算是汇报。这小叶，他身份不是特殊吗？特殊？不特殊吗？怎么特殊了？这个小叶，他这背景根基都很深吧？您不用说话，您就点头或者摇头就行。你放心，我既不会点头，也不会摇头。那我就明白了。那我问你，就因为小叶身份特殊，你才袒护他？对啊。那我肯定得对他释放善意嘛。这万一人哪天要回了北京，回到最高法，心情一好啊，跟上面说一句，这个方远同志不错啊，聪明懂事儿，说不定一句话我就奔中院了。别跟我来这个，啊，你小子是什么人，我还不了解吗？小叶他身份特殊，对你会有影响，你应该防他一手才对啊，可你没有，为什么？你看，要不说还是我师傅最懂我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就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得来跟您汇报一下。这件事儿呢，小叶确实没做错。那我现在作为他的领导，我肯定得为他澄清嘛。这跟他从哪儿来，他是谁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嘛，你应该有这个格局。所以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，也应该从这个格局的高度来看，对吗？小叶的身份特殊也好，普通也罢，对你有影响吗？啊？没什么影响吧？你不是每天照样应该做你该做的事情，担你该担的责任，对吗？但行好事，无求前程。该你的，撵也撵不走；不该你的，你想要也要不来。师傅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？明白，明白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没什么要问的了。那就请吧。不耽误你们工作。行了，跟我这儿装傻充愣的。哼。明天上午10点吧。刘法官。对，上午10点钟的时候，你让他来苏府大厅。好。那就明天见。有事儿啊？哦，那个投诉的事儿，白天老周找你谈话了。他怎么说啊？说还要开会讨论。那个，你也别担心啊，处分的事情可大可小。再说了，我师傅也会替你消心嘛。我没有担心啊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时间点碰到处分的事儿，可能会影响你入额？知不知道的，也只能等着发落了。要不给你爸打个电话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爸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这不找你爸不也挺好的吗？那个，我先走啊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误会我了。从小到大做任何事情，我只靠我自己。小叶同学，你至于吗？至于这么较真吗？
哎，妈。哟，怎么了？叶欣让我还给你，他说你腰好了，他不搭你的顺风车了。哦，好，那个我知道了，妈啊。吵架了？妈，以后你别开这种玩笑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妈，他爸爸呢是大学的教授，我们的家庭你也知道啊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了吗？法官不挺好的吗？丫头还嫌弃了？喂，谁啊？是我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？方法官，原来的那3位证人，明天都不回来了。谱着一句漫长的承诺，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，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，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。这一盏跳动的灯火，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，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，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。像清凉的吹影敲响正义的磅礴，原来这就是爱的证据，有一生不变的执着，像心底向阳的种子，证明这份漫长的承诺。举着一盏